其实，在美中之间他们彼此，你说真的完全断了吗？就老死不相往来？没有，他们在拜习通话之后还确认一件事情：部长级的高层官员的会谈，我们持续来进行。现在呢，人已经在大陆的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二访中国，喊话我们不应该跟中国经济脱钩。但是呢，大陆外交部这边讲啦，那你们对我们大陆的企业制裁清单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你都来了，我们谈一谈吧，解决吧。其实呢，双方都有想要谈的话，那叶伦这一次来到中方访问，大家当然还是会来比较一下规格问题。好，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接他的是司长，这一次好像好一点点是副部长。但是呢，你也看到了叶伦他一直以来大家。很多大陆这边网友称他老奶奶了他这一次下飞机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确实还是一样一贯的脸上有笑容，甚至连包包都自己提。然后有人说他下飞机之后，腰弯的更低了一些些。那开始在讨论是他这一次来到底要讲些什么事情。那叶伦这一次呢来到了中国，除了说呢要讲一些他在意的事情之外，还有另一件事情是他第一顿饭吃的是粤菜老字号陶陶居。这个是蛮厉害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看到他吃这家就说，哎呦，懂吃呢，什么意思？因为这一次不是没红毯不管饭吗？可是呢，他上一回也是在这个来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也吃了一个蛮厉害的餐厅。这一次这个呢，说是清朝时期的粤楼，他们粤菜的菜楼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在讲说，这一次他来到广州，而不是上一次就在讲说是北京啊等等上海这一些，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其实啦，很多的外企是在广州这个地方。好，这边呢基本上是一个汇集地，所以呢，他其实也希望能够来到这边听一听美国企业各个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声音。至于戴琪呢，现在则是趁着欧盟在开会之前来先喊话了，说呢，基本上要因应中国的经济模式对美欧之间带来的挑战跟影响。哇，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得要干涉的事情啊。然后就出手了。刚刚呢，这个赖老师特别提到了，美国已经要求 ASML 呢要停止对中国客户提供服务。据说下个星期呢就会开始正式的向荷兰这边提出，而且这个服务是什么？是基本上以往大陆这边，如果呢有客户跟 ASML 他们来买机器的时候，他们也会签后续的维修等等费用。现在这些后续的维修服务要求必须全部都暂停。但是欧洲是不是能走自己的路？因为像德国总理肖兹这个月呢，要再次的来中国访问，随行的企业名单呢，大家就看到了，基本上还是大企业，通通都跟着来嘛。那换句话说，就是1年过去了，欧盟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讨论，可是这些企业还是在意中国市场。怎么样来看？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就是在那边啊，这个市场就是这么大啊，很多企业就是还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市场，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那里呢？东协这边就看得相对清楚了。但你来看到的是，王毅现在会东帝汶的外长的时候呢，就有说，支持东帝汶早日加入东协，希望大家开始能够把这个经济圈、经济的饼做得大。而另外，越南的高官呢，现在也来到中方访问，谈的是农产品、铁公路，然后设互联网，这一些通通都是建设。印尼的准总统10月才就任呢，先来跟习近平谈一谈，谈的是战略对接，希望呢过往的一些政策现在能够接续再讨论。譬如现在过往不是有建高铁嘛？那现在我们还可以再做哪一些？你们还想要投资哪一些？都可以来谈一谈呐。一路看下来，东南亚、东协这一边基本上啦，目前说就只有3个国家，哪3个国家呢？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目前还是认为说，可能他对于美国相对的友好一些些，其他的基本上倾向与中国来结盟。那这一些当然很清楚的，就是经济导向，人民在意的，比起更多的事物之外，很直接的就是他的口袋，就是他的肚皮。而回过头请教赖老师，这次叶伦来，基本上他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兼顾我们美国企业的权利。所以呢，与此同时，他希望好好跟中方对话，但他也说没有要跟你脱钩。说没有要脱钩那是一回事了啊，那做的又是一回事。不过我觉得，每一次每一年啊，美国都会创造一个词，一个新词，
今年的新词就是产能过剩啊。哦，那上一次对永远都会有嘛。上次就是国家安全嘛，哦，然后要不就是不公平的贸易哦。那这一次再加一个新词，叫做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是无稽之谈啊。为什么？因为电动汽车到目前为止占有我们的市场比还太少哦，因为我们的燃油车还是最大宗。那事实上，如果要气候暖化，我们真的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碳，而且要达到碳中和的话，事实上是要走向绿能，要走向节能减碳。所以电动车生产还不够，但是他已经说你产能过剩了。然后既然要发展电动车，当然要电瓶，他说你产能过剩，这个都讲不过去了。那太阳能板他又说你产能过剩，其实中国大陆的太阳能板占全世界已经将近80%以上了。在这个情形下的话，其实竞争不了的，那就不要再生产了。好，那要不就是并购嘛。好，那么让中国大陆并购或是双边的合作，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叶伦讲的这个产能过剩是站不住脚了，那就听听算了。但是美国他们一定每一次都要创造一个新词，因为今年嘛。那就先创造这个，所以你看戴奇跑到欧洲也在讲同样的话，叫做中国产能过剩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反正就是他们的步调一致，口径一致，一次创造一个词，听听也就算了，因为再没多久又改一个新词。那戴奇讲的话倒是值得我们深省了，也是值得欧美人好好的思考。他说啊，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常的强而有力，比我们欧美的好。那你就跟中国学习嘛，好，因为你们过去都觉得我们的欧美的这个科学文明比中国好，那所以中国就派了大量的留学生向你们学习。那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既然比你们好，你们就向中国来学习嘛，派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中国的经济体制不就好了？那何必要用这种对抗的方法学习？中国人当初就是因为学习才有今天嘛，你们也学习就有明天嘛。所以我觉得戴奇讲的话是不对的。他本身更应该到中国来学习，尤其他是华人，而且他也在中山大学那么教过英文那就应该要更加的努力学习。我想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习近平当着拜登的面问，你要打压我们中国的科技发展吗？拜登直接对着习近平说：“我们没有要打压你的科技发展啊。”是，所以从4不一无意到5不一无意，到这一次的讲话已经是6不一无意了。那为什么会有6不一无意？我猜想，习近平就问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们没有。”然后他再问：“那你要打压我们中国了吗？”没有。你要推翻我们的政治体制吗？没有。你每一次问的时候，你都说没有的时候，结果当你拜登当着习近平的面讲说我没有要打压你的科技发展，结果讲完了以后，戴奇跑去美国了，跑去欧洲了，说我们一起团结起来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接着呢，礼拜一要派一个团到荷兰去了，说 ASML， 你连售后维修都不可以有。这不叫打压，那什么叫打压？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美国一直永远这样说一套做一套，我觉得美国在全世界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信用的政客。我觉得这个国家这样子一个大国搞到这么的没信用，不好啦。是，有没有请教舰长，你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叶伦这一次来，当然大家想知道就是后续，比如说是 ASML 这些，你就是很明确嘛，你还想要去拉欧洲，您怎么看？其实我这次想直接去跳过来讲这个东协的这个东西，因为我最近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一定要在这里想，大家去仔细听我讲美国跟中国这2个国家是非常类似的我说的类似，就它2个面积差不多大。然后它在的纬度因为我衡量一个国家的能力，纬度很重要。好比说这2个国家都在中间这个最适合生活区，往上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这个俄罗斯，都到天寒地冻；往下一个是这个中南美、南美，这个墨西哥热得要命。中国这里往下就是东协，也很热。这2个国家如何去面对它的邻居呢？记好。中国对他的底下的这个邻居他们以前你看东协都是一些落后的国家啦，经济不发达啦，可能有很多的吸毒啦、贩毒啦、交通不便啦，什么等等等。他从2000年开始，中国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往东协去
他具体的建设当然从2013年习近平上来，但他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在做了。他在做什么？一带一路，再说穿了就是他花钱出力气。我来帮你们这些落后的国家去建道路、去建铁路、去建高铁、去建港口，还有医院，还新办学校、银行，他都帮你这样去做下来。这就是他对邻居的态度。你们有没有想到，美国对他南部的那些国家的态度是什么？新建围墙，不准你们进来，这是第一个。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要面对他的移民问题非常严重，因为这里都太落后了，大家怎么办？就拼命的要往这个美国跑。那东协这里呢？当然以前东协也很弱，但是现在它富强起来了。这个中国大陆在前3年就跟东协的贸易额双边贸易额超越了欧盟，欧盟都没有这么多，超越了美国，超越了日本。就这一区它富强起来，当这一区富强起来，人民可以过好日子的时候，你想想看，谁愿意抛枪背井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移民啊？所以你知道。同样面对移民问题，中国是让你富起来，我花力气投资，让你们过好日子。美国呢，盖围墙，通通不要过来。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完这个移民，再讲第二个问题：恐怖分子。你认为谁会当恐怖分子？除了他很穷，生活过得非常不好，像我，你叫我去说当个恐怖分子，将来可以升天堂，我谢谢你。我怎么会去信呢？只要你生活过得好，你都不可能去做恐怖分子。那同样的，中国就是用让大家富裕、共荣共富，消灭恐怖分子。可是美国呢？我带着枪、带着炮进去歼灭他们，你就知道这2个世界差不多的强国，他们对于他的朋友、对于他的邻居相处的态度是何等的巨大。请教一下董哥。其实我们在台湾因为看的媒体都是引用欧美的这些白种人的媒体，那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20家媒体也都是白种人在经营，所以你看了很多东西不客观最后证实也不是这样。譬如讲俄乌战争，那时候讲俄罗斯经济要被怎么拖垮，没有啊，俄罗斯经济现在比欧盟所有国家还高，这个 GDP 比它还好。你说他的武力会怎么样？没有，他的武力也很强啊！就是可以看到现在的乌克兰其实节节败退啊，已经一路在那个了，对不对？把那征兵的年纪提到25岁了，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所有过去讲的，你今天拿来做对照的话，其实都不准啊。那现在美国想要做的就是一边安抚中国大陆，一边有一些动作就好像刚我们提到的叶伦他去广州这些动作其实这个月德国总理肖兹他带团去中国大陆，因为我没办法听美国的话，听美国的话我最惨啊！为什么？因为德国的能源已经涨得这么高了，不能买俄罗斯的东西，对不对？天然气、煤、石油都不能买，他现在的非常高，那他怎么办？他本来是欧洲最健全的的国家，他的经济也是带龙头的，结果现在怎么办？他要去中国大陆访问，他带谁去？带宾士的老板，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很厉害，带 BMW 的老板，带西门子的老板，还有带拜耳是制药的中国大陆现在制药生技很强啊，虽然我们在台湾好像看了他，都故意写他很多负面，可是疫情期间，对不对？这7、8种。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了，它就占2种啊，它很强啊。我们看的新闻很多都是偏颇的，都是断章取义的。我告诉你，肖兹4月去，5月普丁要去，你看普丁很从容啊，他国家在打仗，他照样去中国大陆访问。6月习近平要访问法国，中国大陆跟法国建交60周年，那大家记得马克龙去。习近平见他2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北京啊。你看2个谈得多好，而且他马上接到了非常多的飞机的订单，我记得是160架。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如果你在听美国的，你就很惨。你不要理他，好好的大家一起来做生意，一起来赚钱，这才是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看在眼里的。可是美国，你想想艾斯摩尔这个是都没道理。你买了一个冷气。你本来就要给人家保固期2年，美国说不准，你不准帮他保固，
那人家告你，你一定输嘛。这全世界的公理，就说如果艾斯摩尔真的不替中国大陆做售后服务，光刻机、深紫光刻机之后，你卖的东西你不做售后服务，对，他去告你，你会输得很惨，全世界没有人会同情你，哪有这么恶劣的？对不对？我们消基会台湾买个东西7天还可以退货耶，你哪有这么压霸的啊？美国说你应该这样做，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是他的小狗吗？所以这个都完全没有道理，一看就知道。那我觉得美国在破坏他那些盟国，叫他去做，他们不愿意，而且违背人情、违背法律，这个是说不通的。是好，其实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讲美国它现在到底实际它内部的状况怎么样？他们今年要选举，所以任何的一个消息动辄得咎。昨天呢，虽然说在台湾这边股市没有开市但是可能昨天晚上很多人睡觉之前，哎呦。赶紧跳起来！看到了油价升、降息，好像现在也还没听到声音，通膨又担心再回来，所以昨天的美股呢收盘基本上不是太好的，道琼大跌了530点，三大指数呢收盘都超过了1%的跌幅。那这一个数字给您看就是呢，现在在他们的科技业确实是真的不好，因为呢，美国在3月裁员9万，14个月新高，里面科技业是最惨的。好，这个呢，基本上是已经创下了去年1月以来的新高。那另一个部分呢，可能政府部门受影响最多的是什么？是退伍军人，还有美国的陆军部啊。最主要原因是我们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他们现在整个里面的战略调整，所以他们的人员缺额也开始要做调整来删减了。而就在这个时刻，治安也不好，因为洛杉矶现在爆发了一个重大窃案。我看到这个内容我们想到那个瞒天过海电影有没有？原因是因为很厉害他在外面基本上没有任何闯入的痕迹，竟然有办法直接潜到里面去，然后去偷走现金3000万美元，相当于台币9.6亿的现钞。FBI 赶紧来调查，到底怎么样躲过警报的？因为呢，当事人他们是一直到礼拜一打开保险箱才发现被偷，已经是史上最大的一个现金劫案了。有没有内神通外鬼？这个一定要查个清楚。好，因为这里面其实存放了很多各个企业的现金等等，就是这一些事情你叠加起来，大家开始会对于现在的政局心里头有感受了。最新民调，川普在6个关键州的支持度赢过了拜登。4大议题哪4大？直接带你看：经济、移民、边境安全、堕胎。只有堕胎是拜登赢的，其他通通都输掉。好，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呢，大家就开始在讲了，拜登心里头应该会有点唰的，因为担心又有人会跳出来让 America Great Again。好，那所以呢，他现在要先让 America Great。好，那怎么办呢？白宫现在责成了美国宇航局来制定，说2024年底之前要制定一个标准的月球时间。换句话说，这边的规则要大哥来定吗？是这样的意思吗？因为现在呢，你也看到了，在对岸他们开始在做鹊桥2号的中继星，希望呢能够来架设一个新的通信或是数据传输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设施。太空争霸战2024年已经是可以预期的。好，原因是因为对岸确实在今年会有非常多的任务，知道的就已经有什么？有嫦娥6号，有载人航太，有我们刚刚讲的鹊桥2号，还有他们也开始在做商业航太，各式各样都在蓬勃发展。甚至呢，他们还开始在讨论是不是要做火箭的回收技术，希望呢开始能够在这一些的传输上面能够再进一步。国际间也有一些新的突破，比如说呢，因为他们现在超级显微镜升级了，所以他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就有一个新发现，他们的科研人员呢就透过了这个观测站，结果在太空当中发现了量能高于1亿电子伏特的宇宙线起源天体，然后呢现在是已经有这么样一个新发现来发表了。而他们呢过往很多在讲的是这个超导量子电脑，过往呢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科技技术，你可能想到的是美国啦、日本啦、欧洲啦，没有，现在他们自己做的这个本源悟空已经开始在做多项的量子算力服务，所以呢表示他们已经进到了量子算力可用的时代，他们的
前进的这个速度又再跨过了一步。那所以呢，超级电脑以往来说啦，中国呢过往可能在这个超级电脑排名里面，你比较少看到它在里面，但也有人在讲说，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参加，所以你看不到它实际的实力在哪里。现在这些资料出来之后，大家开始在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噩梦？他们用噩梦来形容。好，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看？请教赖老师了。原因是因为呢，在美国他们自己内部来说，现在确实我们刚刚讲的治安问题之外，经济问题也是一大隐忧。美国的经济的讯息事实上是有点混乱啊，所以我想各位观众朋友会发现，联准会到目前为止都举棋不定。因为本来说今年应该要准备要降息了，然后说最快可能在6月，而且还说会降息3次。你看现在整个又改口了，说不一定会降息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各种讯号，因为联准会它基本上来讲是很相信讯号的例如说你的物价指数多少，那么失业指数多少，就业指数多少，它是根据这些指标他们来做判断。那目前的情况，他们认为还不到要降息的一个时候，因为经济的情形还不稳定，通货膨胀这个巨大的怪兽还是蠢蠢欲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的经济状况确实是越来越糟糕，尤其是科技产品面对中国大陆的强大的竞争力那当然欧美的国家也不是等闲的，也不是都在睡觉嘛，所以当有多了一个玩家进来，因为原本就是G7 他们几个国家在玩，现在多了一个咖了，就是中国大陆在跟大家竞争的情形下，而且又是这么强大的竞争力，我觉得对美国的科技业者来说，他们的压力确实很大。那么你看特斯拉的研发费用就已经足少中国大陆的比亚迪研发费少了100多亿这个不是小钱研发费用而已就少了100多亿美元，这个简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那太空的发展里面我觉得大陆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它是根据它的计划3步走，一步一步在走。可是美国是盯着中国大陆在看，中国大陆走到哪一步他就盯。那我觉得这样的情形下，反而美国自己本身乱了。当他发现中国大陆成功的又再度登月，而且着陆器一直在运作，而且超时的运作的时候，美国就着急了，所以他就强制的一定要赶快登月。结果第1次失败，第2次登月了，但是结果呢，落点不好，落速太快，结果那个地球车卡住了，动弹不得，所以就没有办法按照他的预期。而中国大陆已经继续在走他的路，然后现在已经开始要把鹊桥，就是因为要到月球的背面嘛，月球的背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中继站，是那个中继就是鹊桥就作为，而且也成功的那么放在那个位置了，所以已经可以为背面登月不是登月来做准备了。我觉得大陆是按部就班的走，各位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原来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不急，其实有时候快就是慢，慢就是快那最后我觉得在量子领域这个部分原本美国在量子计算是有领先的，对，因为原本中美是全世界领先的2大国，是美国在计算是领先，中国在通讯是领先，现在中国在计算这个部分跟美国已经势均力敌了，美国的压力大就大在于中国可能会全部超越美国，就担心全部超越的话，那胜算在哪里？等等回来，我们要请更多嘉宾来帮我们解析。好，我们讲到了在现在美中之间的科技发展，基本上跟过往我们的理解已经大不相同。来，请教舰长。因为我学的就是电脑，我在研究所就是学电脑，所以我对电脑其实是蛮好奇的。人类未来的科技，现在看得到的是要剧烈改变人类的是 AI，再下一个是量子电脑。很多人问我说什么是量子电脑，我这样举个例子量子力学里面的量子电脑很多人都不懂，我举一个它的叫量子纠缠。什么叫量子纠缠？这2个是量子，我动一下这个，它会跟着动一下然后这个东西如果拿到地球的反面，你动一下它也会动。你拿到月球也会，你拿到100万光年之外的另外一个银河，我动一下它，它也会动，没有时差，动就会动。
没有一个物理学家能够解释说为什么。好，接着你就想到一个什么叫做量子雷达，你知道吗？我在这里有2个，我东发射一个量子出去，这量在那跑的时候，一个量子我在这测量它，就要跑，撞到一个东西，它是不是会动一下？我这个时候这里也动一下，我就知道在那个距离，啪有一个东西，所以就变成所有的隐形飞机，我只要用这个东西，我都可以侦测得到。所以它的技术真的是很多到现在科学家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人第一次啊，这是我上次听到中国人说啊，中国有史以来科技都是落后给全世界，尤其欧美。量子技术是中国第一次跟全世界先进的这些科技界啊，站在同一个起跑点，一起跑。以前都是落后在追人家，这次是一起走。那走到目前呢，我记得几个月之前吧，可能是去年的时候，台湾发布了一个，我们也在做量子电脑。我们做量子电脑，它那个量子电脑的复杂度跟它有几个这个量子是有关的。我们发布的那个，哇，机器好复杂。然后他说这是5个量子的这个量子电脑。然后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做到了9张3号是255个，是全世界第一高。你别以为255是5的这个将近50倍，不是啊，你加1倍，可能这一个复杂度立刻会变成非常复杂。还有一个叫做本源悟空，本源悟空已经提供给全世界使用了。今年初的时候，有60个国家，有35万人曾经使用本源悟空，你就知道中国大陆的量子可能现在已经是超越了全世界。我们先进广告回来，我们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最后请董哥帮我们总结。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对太空积极的经营，包括日本。2年前NASA 的那个署长叫纳尔逊他那时候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去压制中国大陆对太空的发展将来中国大陆会占领月球。那时候是引起非常大的轰动。那中国大陆那时候也觉得说，你这个是无稽之谈你现在是打算怎么样？那你可以看到美国它的机心就是说，我要号召各国来打压你。美国过去在太空一枝独秀了那这些年来其实不一样。各位朋友可能有注意到，前几天美国有一个太空人，他在太空站是俄国人帮他载下来的，不然他是卡在那里那个叫海伊那你可以看。美国现在在对抗俄罗斯，可是他的太空人还要人家帮他载下来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中国大陆他为什么要反驳？就是说，因为在太空发展在这一块联合国的所有的规章里面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发展。那美国觉得说自己节节的败退，很多东西它其实不像中国大陆，它是有计划，而且它培养人才是按部就班，对，它每一样都照它的规划走。那美国过去都自私啊。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张骞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要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现在我们都在讲两岸之间到底目前的状态是什么？目前状态就是美国可能蛮介意的520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好，原因是因为巧芯爆料了，说其实罗森伯格那个时候不是到立法院来拜会韩院长吗？他有直接提到赖清德520的讲稿。最近大家都一直在讲啦，罗森伯格他是 AIT 主席啊，基本上以往来说比较少这么频繁的来，因为他上任到目前为止来5次了，还说520会再来。他们就讲啦，说是不是因为认为赖清德的演说内容会影响到两岸的关系，担心两岸会有高风险。那要知道的是如何来控管后续影响，因为在拜习通话当中，习近平就直接对他说了2个不会，也就是说呢，对于台海问题明确画了一个红线，好，包括了这个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还有就是他
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还有外在纵容支持，不会听之任之。亮哥就直接讲啦，就是说呢，这一些的举措，当然就会影响到线下我们的两岸之间的互动。譬如说啦，我们前几天不是说了金门这边，因为先前金厦的问题嘛，所以要实弹射击呀。为什么到一半突然之间，有讯息传出来说这样太挑衅了，我们先喊卡。什么原因？亮哥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蔡英文让赖清德没有选择的余地啦。也就是说呢，如果真的是这么干了的话，那习近平一定就会去问拜登啊，问美国啊，说台湾问题要怎么谈啊。所以他觉得罗森伯格这个时候跳出来讲，一定是有他的原因。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帅将军讲的，说台湾现在美国很担心我们会变成另一个火药桶，所以他希望让我们绝对不能有事情。带您来看到第一岛链，现在就很怕有人搞事，但是不是真的美国不搞事呢？因为呢，4月美日菲峰会即将呢，他们就要举行了，据说要同意定期的海上演习。那菲律宾的驻美大使呢，就说了，希望澳洲也能够在其中。换句话说啦，这一条线连下来，那威吓之意是针对谁？当然大家都很清楚，日本现在还打算要在菲律宾派驻自卫队呢，甚至呢，先前这位菲律宾总统杜特地跟中方关系比较好，那个时候签一个君子协定，也就是说呢，我不去侵犯到你现在这个有争议的地区，但我现在有一艘船停在那边，你要让我定期的来运补，大家呢目前就在这边各自安好。好，这一些内容现在呢，甚至菲律宾这边要来审查到底有没有问题，双方开始对上了，就连谁都说不要这么样的针对性。这一位是小马可仕的姐姐，她叫做伊梅，她是菲律宾的参议员。她认为菲律宾现在正走上危险的道路，不要把那种情绪问题，而不是理性问题来处理南海的事情，这样出代志。好，另一件事情则是在缅北这边又起战火了，直接带您来看画面吧。其实呢，在缅北这边呢，现在双方还是持续的有在这个互相的军事攻击。那你现在所看到的呢，则是解放军在中缅边境的一个演习，他们特别释出的是现场原声视频。那想告诉大家就是，在这边，他们的火力基本上是很充足的，大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他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特别来缅甸这一边看了一些，包括了北掸邦等等的代表，是不是在鼓励他们继续往前冲，再往前一些？那这一些呢，基本上都会牵扯到中缅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地区上面的情势。现在呢，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们准备在印太地区部署一个中程导弹。先前呢，在日本这边也有听说要有战斧等等等。好，这一些如果真的都到太平洋地区之后，大家想问的是，会不会大家在准备的就是那个很担心有的中美大战？美国的众议员直接问，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的钱从哪里来？然后他们就讲了，这个是目前最关键也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而当时的印太司令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其实啦，在这边不是只有军力差异而已，还有距离等等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有打胜仗有所准备的话，哇，那我们得要先到台湾附近这边来做准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钱啊、人啊、投入的资源啊，这些通通要重新规划。要真的到那一步的话，那两岸之间可能不是现在这种紧张氛围可以来形容了。请教一下董哥，因为两岸之间现在呢，在520之前，大家都不希望有变数，而比我们更担心的，可能美国它表现得更直接一些，您怎么看？美国现在所有的动作都跟选举有关。因为在7个月以后，美国总统就要投票了。那依照现在的情况，川普的声势比较高，摇摆州7个有6个他是大赢，所以对拜登来讲，他要表现跟川普不一样，就是我执政情况下有俄乌战争，有以色列跟那个的战争巴基斯坦，然后如果台海这边再有的话，我根本就不用选了。那当然，他的反应就很直接，所以大家看1月13号，当赖清德一当选的时候，媒体
很突然的去问拜登说：“台湾选举选出的领导人是赖清德。”拜登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美国不支持台独，这个就是我对赖清德的印象嘛。好，因为美国总统对台湾任何那个印象不会太大呀，这个是很自然的啦。哈，就包括过去陈水扁或那些，他印象都不会太深啦，因为他们平常交结的一定是一些大国的元首嘛，所以他对赖清德印象就是这样。那这样表示什么？表示你是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连拜登总统都知道，所以他不希望有不同的有一些情况发生。那这个情况发生，就是说你可能带来台海的更大的威胁。好，这个是很明显的信息。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千方百计，他跟习近平在通一个话，通个话要做一个保证。这105分钟，当然讲的内容跟过去都差不多啦，但是他其实就是带来一个安定，就是说我要稳住习近平这里，但是你要稳住他的话，习近平一定也有一些话问你啊，因为你拜登过去给他的所有保证，你通通做不到啊，那你现在又选举了，你再来找我，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6次，见过2次面，每一次通电话都是拜登拜托习近平跟他通话的，这是谁拜托谁的？其实那种主从的味道。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所以外面的解读都不对。就在而且光为了要打这个电话，就协调好几个月。从他们那时候在美国碰面的时候，然后还要协调这么久，所以表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看法就是很多，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你根本都做不到，你每次都在诓我，每次都为了选举。那这一次弄那么久，当然。美国一定要提出一些条件，这个条件当然台湾一定是筹码，觉得好，那你要台湾怎么来表示？尤其赖清德上任以后，他要有什么表示？所以这个你最近看到所有东西都是一套的，这一套就是美国为了选举，希望台海之间不要再有什么争议，所以他能够要求的，就是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有太大动作。那中国大陆一定要求说，那台湾这边。你家的小弟，你看好啊，他会搞什么东西啊？所以罗森伯格来了，那见了蔡英文，见了韩国瑜，见了赖清德，通通，反正你们要有一个表示，这个表示我们变成有一些在总统就职的典礼一定要讲出来，就如同当年的阿扁一当选，很多人也不放心啊，怎么一个台独的政党当选了怎么办？所以阿扁只好讲4不1没有，他的背景情况是有点像啊，可是赖清德是比阿扁更他是更孤傲的一个台独工作者，阿扁还会看情况来做一个变化，所以大家对他不放心的话，赖清德压力很大，因为他在国会没过半，他自己的选票只有40%，对他来讲，他其实是一个跛脚的总统，那现在又加一个美国的框架套在这里，要求说你在台海里面要给我乖乖的，那这个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要通电话之前习拜会要通电话之前外界并不知道是那一天，但是其实他们美国当事人是知道，大家讲好几点几分我会打给他，这些都讲好了。所以罗森伯格来了所以昨天拜伦去了，那大家叶伦去了，大家就可以看到他所有的每一个步骤都照美国的方式在走。那接下来就看赖清德赖总统你怎么表现呢？你如果让我们美国不满意的话，那接下来我影响到我的选举的话，那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些讯息一环接一环，但是它的轨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其实啦，到目前为止，美国当然他们也有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说话嘛。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了，因为呢，在此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亚太这边的一个部署。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他们现在开始在日本这边可能会有战斧啊，要设陆基的中程飞弹等等等。过往的他们可能比较不会这样做，现在甚至直接日本、菲律宾叫来，然后他们讲说，可能澳洲也会参与其中，日本还要直接在菲律宾派驻自卫队。哇，那整个的量能又不一样。哪一个亚洲的国家让美国在那边装了对付中国大陆，也就是它的弹头是对付中国大陆的中程弹道导弹？哪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大陆攻击的一个对象？这是很简单
的易懂的道理，就好像如果大陆在古巴装了对准对准美国的导弹，美国也一定会对准古巴，一样的道理。这个是大家都能够理解。所以你要看的是哪一个亚洲国家让美国在他们的本土，例如说韩国或者日本或者菲律宾，在他们的本土装了这个瞄准中国的导弹，那中国大陆当然就会把他的导弹对准这些国家来打嘛，这个就是自己的选择，谁也不要怪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日本拉进来，要把澳大利亚拉进来？就是因为美国自己知道他自己一个国家打不赢中国大陆了，所以印太司令自己讲得很明白了，我要越过大洋到中国大陆的边界，不管在南海或者是在东海，要跟中国大陆交战，我根本没有赢的可能性，也没有赢的把握。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太平洋印太司令部不过就是一个战区的司令，而中国不但有东部战区，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支援，那么南部战区也可以往北支援，甚至中部战区也可以过来支援。所以你美国一个战区，你要跟中国大陆一个国家打，其实你美国请全国之力跟中国打，你都打不赢，更不要讲一个战区了。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印太司令讲的话都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你根本打不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日本不是一个咖了，坦白说，当然对台独对民进党来讲，还是认为日本是他的老大，他是一个大咖。可是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日本真的已经不是一个咖，不管是总体国力，不管是人口数，不管是工业生产力，不管是军力，日本真的对中国大陆来说不是一个咖了。一个北部战区就可以覆盖整个日本全境，所以我个人认为，日本跑去南海那个地方，只是去在帮美国在煽动菲律宾，说你可以再多闹一点，没关系，我日本跟美国会给你挺，我会再多送你一些船，你就尽量去闹，因为我觉得日本跟美国是希望菲律宾或者是台湾能够像乌克兰一样，打一场代理人的战争，用台湾人的命，或是用菲律宾人的命来消耗中国大陆的一部分的国力，就好像用乌克兰的人的命去消耗一部分这个俄罗斯的军力跟国力一样。其实他们的盘算就这么的清楚。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台湾人其实也看得很清楚，其实大部分的菲律宾人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的妹妹小马克思的姐姐。小马克思的姐姐就是认为说，你为什么要？她说美国人不会在乎我们的生命的。马尼拉时报也是在菲律宾是一个大报，是他们自己也讲得很清楚，美国人不会在乎我们菲律宾人的命。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的避免跟中国大陆作战、交战、起战端，也就是不要再去挑衅大陆了。我觉得这一些媒体也好，那么这一些小马可仕的不同的政客或者是政党，杜特尔特的态度更简单了。他说：“你如果要这样干的话，我南部独立，我南部脱离你，我才不要跟你走在一起了。”其实这些动作都摆得很明白，就是他们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小马可仕其实也看得很清楚。所以美国的印太司令一直跟小马可仕说：“你启动这个美菲的共同防御条例啊，你可以启动啊，我美国人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可是小马可仕你看到今天为止都说，我们没有要启动美菲的共同防御条例，意思很明白，就是我可以玩，但是我不要玩到跟中国大陆真的开火。是大家都很清楚，除了台独不清楚以外，为什么？因为现在问题就在于习近平已经直接警告拜登，而且这是直接警告，你搞台独不会听之任之，你搞贸易科技战不会坐视不管，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对美国，我们现在在看，其实大陆也在经受考验哦。为什么？因为礼拜一就是下礼拜一，美国的代表团要到荷兰去了，要叫阿什莫尔。那么不要帮中国大陆维修，这就是打压中国的科技。那中国大陆会不会报复？我们要看，如果有报复，那就是说到做到；如果没报复，
那就是说了没做到。其实在中国啦，当然它除了说在南海这边有一些问题之外，你看到它在菲律宾这一边，中菲有一些的矛盾点，另一个则是在哪里？在中缅这边，缅北这边又起战火了啊！传出是谁过去？是苏立文过去啊！苏立文过去，大家就开始讲了。这个时候你跳进来，什么意思呢？是想要煽起什么样的一个烽火吗？来请教一下舰长。其实很多事情站在我们的立场，你会觉得这个国际诡谲多变。但是你如果站在主事者立场，就是美国人的立场，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复杂。美国人是怎么样看？好比说菲律宾跟台湾的，美国人看这些就是小弟，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大哥，他是老大，黑帮的老大。那所有你们这些人，日本啦、菲律宾啦、澳洲啦、台湾啦，只是在我这些小弟帮派里面的大党头、二党头、三党头这样子排下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看这些人的态度就是你是我的小弟。那小弟如果在黑社会被欺负老大会跟着没面子的，你知道？所以美国的态度，他也不希望你被欺负，他希望能照顾你，但是他有一个大前提，你不能够把我拖进去。所以他现在这一次很明显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台湾赖清德要上来了，他为什么派人来？他就希望你不要惹麻烦，因为你如果惹了一个大麻烦，对不起，不是你台北解决是要叫我华盛顿来帮你解决。所以美国一定要管控到你能够在我们控制之内，不要超出，不要拖累我们。而且全世界现在在看的一个美中的竞争，修昔底德陷阱我一直认为它有2个标的，将来会判定说北京胜了，华盛顿输了。第一个标的是美元跟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取代美元，但这个东西太长了，而且他们有一个很一刀见影、一竿见影的，好比说你超过%多少，它就是胜，没有，那都是一个感觉，所以它是一个不见得会很明确的。但是有一项东西，我跟大家报告，那个东西如果成了，全世界都会知道美国输了，华盛顿输了，北京赢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武统。如果北京武统台湾成功了，而美国却莫可奈何，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们这一场你们2个的对的。北京一再说你不要触碰这个台独的这条红线的，结果你们美国就看着台湾这样子被收回去，你却莫可奈何。所以美国非常在意台湾的在未来赖清德执政的时候它的走向。那第二个呢，我要特别说一下，因为这个东西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老将军，不能说老了，其实我也老了，帅将军他说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是那么的，就是认同。后来我越想越想，我一直在看，每一次我在看到美国在我们第一岛链这里的行动我就想到他那句话，我发现就是这样。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说美国因为在第一岛链他的制空制海都输了，这个是不必了，这个你军事外行你也知道，第一岛链就在大陆的家门口嘛，他制空制海都输了。那既然他制空制海都输了，他就采取了两句话，一个叫做兵力后撤，好比说他陆战队5000个推到关岛去了，花了80亿去重建那里的基地，火力向前。你去注意看美军最近很多行动都是加他的飞弹能够打得更远，在这里沿线第一岛链沿线建这个飞弹基地，通通是符合这2句话。兵力后退，火力向前。因为他不想他的美国人的生命卷在这里面。是